假设我今天就针对大马的光头啊，可能过几年，哎，大家看到我来卖啊，你不要奇怪啊，你要是光头，你赶快来买啊。那应该我来找你，你会问我什么？你会怎么样一步一步帮助我？给我们举一个 example 吧，啊，给我一个发财致富之路吧。那这个就要详谈了。嗨，大家好啊！今天这一集采访看完之后啊，有可能就会了解自己怎么样也能够运营一个化妆品的品牌。哪一天我威廉也推出一个化妆品啊，你不要奇怪。而有一些人呢，你一旦做得不好哇，那有可能他的公司都会破产。而你做得好，一个人可以变成一家公司，这样的整个商业的愿景和一个人的梦想有关系，他呢又把这个梦想变成了他创业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和我们今天的嘉宾 Alice 有关系。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采访。好 ，Alice 你好。哎，你好。对了 ，Alice 在说你做什么之前我先想听你讲两个故事啊，你跟我讲。你之前有碰到两个完全相反命运的故事啊，你可以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好啊，那你想先听好的还是坏的？先听悲惨的。开心的、悲惨的哦，你要先悲过后才来气。好的，这样，那我就帮你分享一个真实故事，就是我身边的。那我们也不说是谁吧，哈。那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人，就在这一块 FMCG 做了很多年。那有一天他就说，我在这里做了那么多年，是时候出来创业了啊。那他一出来创业的时候呢，他首先想的就是，哎，我要去找有什么好的产品品牌可以带进来马来西亚，然后我可以做代理。哦，他是想代理，那就是帮别人去卖货嘛，相当于。对。他选了什么？他就选了一个香港的产品啊，香港的日常用品，就是身体护理产品。OK，skincare 啊。对。那他把他带进来呢，他就帮他做线上线下打广告，全都做，就是从零开始。我们说，那他就花了大致上有整3-4年左右，从一个牌子没有人认识的啊，就在大马完全是没有出现过的新的品牌。对。后来结果耕耘到怎么样？对，结果他就耕耘到这个牌子，就是在线上你会看到，在线下一些超市，甚至是那个pharmacy chain 你也会看到。对。然后呢，去到第3、第4年，营业额已经到了4 million and above。4 million。对4 million 也不小了啊，也不小了。对一个这样子从零开始的一个产品，就是身体护理产品吧，沐浴露啊、洗脸霜之类的。那来到第4年呢，你猜他的品牌商就来帮他说，你猜他帮他说什么？我觉得应该给他很多奖励嘛，因为他做到这么多啊，自己应该也能够赚到很多钱。我相信他也养了很多团队来帮他，不然你线上线下都要人嘛，不论做 marketing 做 sales， 应该都是很 tedious 的事情。对，你非常好，你给了很多奖励。对，他的奖励就是说，嗨，今年我们已经做了10个 million 多了，那我们下一年呢，我们要做更好，我们要把业务就是给他 double。那如果是说我们做不到 double， 做不到8个 million 以上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直接进来这市场，我们就会拿回代理钱。哇，你想，他顿时就嘣了一声，所以相当于被判了一个刑，就说你还有1年的时间，对，来有一种对赌。可是他过去花了4年时间才把它从0做到4个 million， 要 double 我想应该也不容易。对，所以一个普通人也知道了，除非就是你花更多的钱。雇更多的团队做更多的 marketing 活动，也有可能你可以马上给他 double， 就是你的 speed 有多快去发展。那当然你的钱包也要有很多钱，对吗？那他就遇到这个瓶颈了。那当然1年过后呢，确实他是没有达到，那代理商就被抽回了。那你知道当时他已经有9个销售的 sales manager 一个 team， 对，然后他也有自己的 office， 然后他也有自己的 storage， 就是放货品嘛。对，还有下面的 merchandiser 就是去服务那些pharmacies， 就是去放产品摆放的，对吗？产品抽回了，整间公司就等于灵魂没了，因为他没有别的产品在手，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产品，那整家公司就是代理这一个产品。那你想 overnight 就啥也没了，怎么办呢？没有供应，他只可以就是手上有的货品全部清了，到最后的结局，他公司关了。然后呢，所有的9个 salesperson 裁了，下面的一些 promoter 也裁了，然后呢，那个 storage 也关了。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还欠下400多千。所以什么？400千哦。他和银行贷款来做 marketing activities。那你想有多悲惨？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当产品被抽回，他找不到另外一个产品可以快速的就是借下去，所以就没办法再操作了。那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有可能过去的4、5年都白白投入。
有可能白白投入。其实我想他那个，那还要还银行的钱呢。对，我觉得他那个最后1年应该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他如果不投入，那马上被抽回，相当于他就是叫这个马上就会死掉嘛，对吧？那他如果投入，他又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但是你投入又得花钱嘛，有可能等到1年以后是会亏得更多，你必须要去赌一把，只是有那些几率可能会赢，但是对品牌方来说 ，OK， 你如果不投入，我马上就把代理权拿回来，你既然已经变成4个 million 市场，我自己来做，我有耐心，对，反正你做1年做得更好，我进来拿的话，我就免费拿你做了的东西的。OK 是吗？那对那个品牌商进来，对他来说是有益无害的，我们这样说。但是对这个代理商来讲呢，他只有痛。那么当然，刚才你说到的1年的时间要去 double， 他肯定是全力以赴的，因为他不想把整个代理权没了，对吗？那你全力以赴的情况下，他还是达不到所以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很悲痛。品牌方却比较好，因为他要么等1年拿更大的结果，要么就是马上拿回来自己来做。对 ，OK， 所以对他来讲，就是我想对他的家庭这些都会有影响吧。对，确实，因为你想，你从有很多东西很平稳的一个家庭，突然间你欠下400多千，你要去偿还，这不好过，这个日子不好过。所以他要重新再去想过如何去解决现在的困境，同时间也可以处理好家庭的生活费。对，另外一个故事呢，就开心的刚才先苦后甜嘛痛也痛了现在听一个比较爽的故事吧。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它是一个网红，那这个网红呢，就在 MCO 期间，2020、2021嘛，全都关在家里嘛，所以突然间在这1、2年就制造了很多线上的网红，所谓的网红就是很强的那个卖家，因为所有人都在家里找东西去卖嘛，对吗？那他就是其中一个。那他就在那时候呢，累积了蛮多的粉丝。那他有好几万的粉丝。那他做什么呢？一般上就是帮一些品牌家做一些 posting，来赚一些钱，或者是帮一些品牌家就是顺道就是去卖货这样子来赚钱。但是呢，就过了这2年过后，这网红就在想，反正我有那么多的粉丝了，已经好几万的粉，那我又可以帮别的品牌去做 branding， 还可以卖到一些钱来用。那为什么我不自己试下做自己的牌子呢？其实这网红才20多岁好年轻那他就来找到了我们，然后他就说他很想做自己的牌子，但是他不懂怎么样去做，无从下手，因为做一个牌子从来你没有生过孩子，你哪里懂得怎么样生对不对？就来找到了我们，那我们就去协助他，就帮他从零去量身定制一个产品，是属于比较适合他现在的粉丝团队。他也是做 skincare 类的吗？对，也是做 skincare， 就是也是做护肤品、身体护理这类产品的。那他就呢先去做一个比较小的 range， 就不贪心嘛，因为你投资很大，他们也很伤脑筋，也会怕嘛。那我们就帮他说，我们帮你量身定制一个skincare， 因为配合就是适合你现在的粉丝团，然后就做一个比较小的起订量，让你先去试卖。然后呢，他就卖了1年，就4支产品。1年过后呢，他卖下呢，就比他协助别人代理的时候赚更多，然后人家还记得他的牌子。然后第2年呢，他就开了一个美容中心。还有实体店呢哇！对，开了美容中心。找你们的时候，他大概粉丝有多少个？可能其实他的粉丝就少过1万吧。少过1万那是小网红，就是对小网红。但是其实有1万的粉丝高质量的也不错了，对。然后呢，现在他就有好几万了。他现在也就是他粉丝成长了几倍嘛？对。那大概他的销售额可以去到多少？他的销售额当然，如果你相比他以前帮人家打广告，肯定来了好多倍啊。你想象就帮人家应该后面都有好几个0吧，就最少都有6个0吧以上吧。6个0，这只是几万的网红这我也有希望赚到钱，这是我今天找。对。那你看，我看到这2者的差异，一个是花了4、5年，但是最后是亏钱，然后团队也要关掉，公司也要关掉，而另外一个是花了1年的时间。大概2年多，1-2年的时间。第1年他做产品，第2年他就可以开美容院，真的开卖可能。对，现在来到第2年，他还要再加产品，我们再帮他加这个产品。那他就从线上的卖产品，然后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又有成长，还开到线下去，对吧？我想他应该也不至于要雇很多的人就可以完成，但他是有赚到钱。所以他们最大的差异是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对吧？有一个，这就是我们这个很大的差异。好，那我们讲的这个故事这2个对比，最重要的我想来了解。那么 Alice，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就为什么你会投身创业到
这个领域去帮助别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品牌？你先解开这样的一个谜团吧。那我自己是从事就是零售行业的，以前我就是做在零售行业里面的工作人员吧，就是打工族吧，就在里面待了大概有一个15年以上吧。15年以上，对对对对。你的 degree 也是学 marketing？ 我是 business 的，我是拿着我的 master 也是 business 的。对对。那你工作以后工作的几家公司，你都是从事什么职位的呢？都是从事采购，还有就是自家品牌管理。其实就从大公司搬下来一个小型的 SME 公司，这些公司反而呢，他们没有一个团队可以帮助他们。那我们就看到，所以他们不断的就是去代理别人的产品。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了解过后，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做自己的牌子啊，他们很想做自己的牌子，这些代理商只是说他们无从下手。那从这里呢，我们感觉到，我也可以出来就是协助他们完成他们的梦想心愿。那从这时候呢，我就出来了，就创造了这家公司。在2018年尾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协助这些中小企业玩梦，那他们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牌子，也可以把所有的金钱、心血，还有他们的热情，就是放在自己的牌子，让自己的牌子有一天也是可以默默的成长，从小做大，甚至做到更大，有知名度。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心愿，开这个公司。那些有代理的人，他为什么不自己拥有品牌呢？他在担心什么？他们一般上担心的就是他们不晓得要怎样去做一个品牌的概念设计，还有它的那个配方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呢，他们也会担心怎么样去做好的设计，那么怎样去找好的包装。接下来他们也会担心的就是这个产品到底需不需要注册呢？要怎么样去注册呢？卫生局需不需要做清真呢？那怎么样去做呢？他们都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烦恼。对啊，我刚才有接下来也会就是这个产品的 quality 质量好不好？是，如果退货的话很糟糕呢。对怎么样去管理那个质量呢？这些都是他们会考量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多的一个疑问。现在的工厂大概会分成哪一些工厂？你们工厂是在哪里的呢？在中国吗？工厂都在马来西亚，是大马本地的。对，就是大马本地的，我都感觉到。对。OK， 有几个工厂？那我们的工厂呢，一共呢，我们是一起有5家的工厂一起合作。有什么不同呢？这5家？那么这5家工厂里面呢，我们有的第一家就是专门就是做 toiletries。toiletries 就是我们说hair care，还有就是 body care， 还有 baby care 的。那对，还有一家是专门我们是做 skin care 的。OK， 脸上的对，脸上的，因为我们都有蛮多的美容院、医美中心。对。然后第3家呢，是我们是专门是做口腔护理的。OK。对，因为最近呢也有很多的牙科吧，牙医他们都开始要做自己的牌子。哇，现在的都非常的聪明了，对，就开始就做自己的，所以我们就蛮多的也在这一块。然后呢，有一个呢就是第4就是彩妆，就是颜色的 color cosmetic， 还有 fragrance 就是香水。那彩妆这一块呢，我们蛮多的顾客都是在线上 TikTok， 还有就是一些马来网红，对，都有。那最后一家呢，我们是这保健食品，就是好像 collagen drink 瘦身，还有排毒之类的健康食品。对，就很美这一块的，我们就专注在beauty and wellness， 对，从头到脚。如果我是比方说我是你第一个故事的那个代理商嘛，我想 OK， 你现在可以帮我做这么多是吧？我还是会有疑问啊，你既然能做这么多又是在大马本地生产，那我是不是还是要投入很多的资金才可以去启动一个品牌呢？其实不一定的，为什么？就看我们自己的 target market 在哪里，然后也看我们有的资金来抉择我们要怎么样做。很多行业都是从小做起来，当然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帮顾客量身定制，让他们的产品有独特的点。那么第二的就是我们量身定制，但那个 MOQ 不会太高因为我们就是专门就是符合这些中小企业。对，大概会起到多少 MOQ？ 大概2000、3000、4000、5000都能做，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需求。还有哪一类的产品？对。所以我想加上你一些注册咨询等等加到一起，可能你就小几万块钱，或者再便宜一点。如果你的卖的东西单价会比较低的话，那就可以就直接就可以启动自己的一个品牌了，就可能那9个人销售的1个月的工资吧，加到一起就足够，就可以变成一个开一个自己的品牌。对吧？因为我觉得你第一个故事中的代理商其实他不容易，因为他开拓这些超市小的 grocery store
那都是要一个一个啃下来的，这是真正的这些关系都是他一个一个所建立起来的。对，确实，他换成自己的品牌，应该分分钟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更获得更高的利润。抓的这重点非常的好。是的。你想，如果他今天也有自己的自家品牌，这两边一起跑，那你的代理权被抽位的时候，你还有自己的牌子可以去冲，对吗？但是你的前提是你啥也没有，你就靠一个代理的牌子。当他拉走的时候，你想生一个孩子出来，你生不及了。来不及生一个孩子，不是说3天2夜就可以出来，对吗？那他也会，我猜他应该还会担心。OK， 你看他之前被品牌商抽走过代理权嘛？那你作为工厂，哪一天你会不会也说工厂有自己的品牌了，就把它，我看你做的也很好，我会把它抢走，我跟你做一个对标的，有没有可能？像中国现在很多工厂都开始慢慢，一开始是代工啊，做着做着就变成自有品牌了，他会不会有这种担心？一般上都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因为第一点呢，我们的工厂都不做自家牌子。都是全力就是帮别人打造他们的产品，我们的强项就是帮助这些中小企业去做属于他们自己的产品。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量身定制。今天我们的顾客来到我们这里，不会担心就是说，这个是超了就连商标，这个也超了连商标，这个做了很大的量，做剩的就分来。全部都连商标，我们都不这样子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先帮顾客去了解他现在的资源，他现在的顾客群，然后再为他量身定制。这个说到我已经很心动了哈，因为你看我们做鸡肉很辛苦啊，我觉得，然后也没有多少人在买啊。那如果今天我开始也找你我们把机会不留给别人就留给我自己我假设要做一个专门服务像我这样光头的就像我一样有波搭的做一个头发的护理。头皮护理吧，对，光头的头发吧。很多光头的人，他其实剃之前头皮护理，对，而且因为我们发根就是发梢你看那么短吧，经常接触 chemical 也不是很好，然后太阳暴晒也会比较厉害嘛，所以很多人其实也是会护理。我其实也找过，但我找不到合适的产品，这是讲真真是这样。假设我今天就针对大码的光头可能过几年大家看到我来卖你不要奇怪你要是光头就赶快来买那应该我来找你。你会问我什么？你会怎么样一步一步帮助我？给我们举一个 example 吧，给我一个发财致富之路吧。那这个就要详谈了，就要细谈了，就要先了解就是你的 target market， 然后你在哪里卖，线上线下。我就在马来西亚卖。对，当然先是线上也有线下，然后就你的顾客群大概就是在中上端、中下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觉得要卖中上，我想卖中上不是说我只想卖贵或者我想多赚钱。而是我的销售能力呢，我自己其实觉得你要卖中下反而难，因为你的 goods 的 moving 要非常快，那对你的 operation 的要求会提出非常高因为你的毛利压得低嘛，那你的找到的代理你的成本把它给压缩起来，然后你的这个周转要很快，反而对你运营的难度更高。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快我会投入一些介绍，然后花一些 marketing 去做相对中上，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你就是先进入你现在本身已经有了的资源，你的线上的平台，因为我看了你线上的平台也好几万个粉也不少其实我还查了一下大马3400多万人嘛，大概男性光头比较多了，男性里面大概3%到5%那男性比女性略多一点。这样来讲，你看整个大马市场就有30到50万个光头，我们就讲如果按人群来划分，如果说是M40 加上 T20 的话。那么再乘以60，就是20到30万个光头。我已经调研了，20到30万个人这是而且这只是一个市场。我其实还调研你看光头我知道有一些马来族的朋友，他们去朝圣的时候，在那个期间会阶段性的会剃成光头。大宝生节会有人剃光头，军人这里面有不少是光头。对。那么这个市场假定说它是一个50万人的一个市场，那你看我就有5000个 target customer那 Alex 我也不要很黑心每个人我每个月我要赚他10块钱，那我 target customer对吧？我一个月我就能赚到5万块钱我觉得我很开心对吧？果然是非常有的，都是上一季你的那个 product 是果然是有效应的，这光头效应那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这里对吧？那我们就来看是怎样去帮William打开这个光头市场是吗？因为你说了你能够做 marketing consulting 这个制造都能做假设说我是什么都不懂 Alice 我就这个 target customer钱我来投，然后你能给到我那些产品最终帮助我去那从每个人身上赚到10块钱。光头就好了吧？光头的话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光头吧？对
有些人皮肤他可能比较敏感哦，是哦，对对对对对，可能你就是出了一个洗头水就要比较天然一点的，那你就可以去做中高端的，对吗？对，那有一些可能消费能力没有太高的，刚好你的顾客群，那你就不要去往上谈就是做一个中低端，就是你能够就是保持皮肤的干净，然后也保持皮肤干爽，不给它干，不要有那个头皮屑，就是有补水的成分就行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时常会流汗的。是我就是对，也时常会好像你说，哎呀要戴帽子之类的，对吗？哈，那这一群也是要看他的消费能力。如果是比较大众普遍的市场，你打这个很 mass market， 可能你就清理干净，然后就是给它保持着那个一个比较香不臭的味道，那就可以了。你看最近也是很潮流的，就是我们说都洞女生是吗？都洞就是时常带着，所以他们也会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洗发水，就是给它就是保持着那个清香的味道的那个洗发水。没想到。对，所以它也是有很多种。那我们要看，到它，对，我们要看就是你的顾客群消费能力是，然后顾客的那个对产品的 expectation，都不同。那从里面呢才来量身定制它的那个功能性，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还有它的价格战，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哇，我就没想到光头这么多年，它未来还可以变成一个生意以后就是用保湿又是香香的见面的时候来先闻一下我的头香不香？我给推荐一个产品。还有没有敏感的？我还想到那你的工厂其实可以使得我面对的人群不单单是华人，是不是？对，你可以帮忙做认证的嘛？哈拉的认证当然可以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市场，我们都是很多的，就是我们的马来同胞嘛。那我们今天出的产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会鼓励顾客都要加上这个清真，因为也是一个 respect 对我们的马来同胞。那他们看到有这个清真的那个 logo， 对产品的信心度也增加了。在我面向的人群就会受众就会更多了。对，这个很好。那整个卫生局，然后再到哈拉认证，都是你们可以包办。对，都可以包办。对的。OK， 那这个货我要把它拿回来装到自己的仓库吗？还是可以存在你这里？不行，这个不行，要自己拿回来。对，那货呢，我们就会也包括那个运输，直接就是送到你们的那个门口。对，那顾客就是着重在自己的 marketing sales 就对了。对，就和他现在代理是没分别的。OK， 你看你产品也这么快帮我设计好了然后从认证也都完成了，还有什么是我需要注意的吗？大家如果卖这个光头养护的话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就做多一点的宣传吧。就等着收钱了。好，大家准备好。进入后呢，就看，你看我的头皮有多健康了没有头皮屑了，也不痒了你看清爽了是就做多一点的宣传，那就是你的强项啦。对，然后就说，你知道为什么10个光头9个富吗？因为9个都有我们的洗发露。对9个都好像这样会赚钱，做自己的牌子。真的。真的，你看，通过这个案例就可以了解到 Alice 的整个过程是怎么帮助一个人，他有这个想法来起到这个品牌嘛。那我想回到初心我以前被你讲的那句话还是很触动的，因为你说你看到这么多代理人，他的代理权被收回你真的感到很心痛，为他们，你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那同时你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因为你们的工厂可以提供这样多元的服务在里面嘛。所以我不知道说你对自己和你们这个厂这个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或者什么人适合来找你，都可以告诉大家一下。那我们说，不管你是线上线下的人，如果你是有心想要去做自家牌子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尤其是线下的商店已经有了自己的顾客群的，那是时候开始去想把自己的牌子给做起来。那么线上的话呢，尤其是线上的代购或者是网红嘛，都有了自己的粉丝，非常大的粉丝，那么就应该去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开创自己的品牌，开创自己的事业，就像你那个第二个才可以长长久久还可以代代相传。对，而且我发现你可以提供的服务范围很广你一讲我就可以记得住，像头发的，然后脸的 skincare， 入口的彩妆，还有记得是健康饮料，对吧？健康食品，那就5种，身体护理、婴儿，大家选好自己的定位了，可以服务这么多的东西，对，实现一个自己一个人就创造一个品牌的一个梦想就是所有的我们说日常用品就是
美从头到脚的有关美的日常用品，我们都可以协助他们完成自家牌子。哦，好了，我现在就打钱给你了啊！马上就收了，马上就给你，就下单了，没那么快，那明天再约，那就帮你做一个详细的那个计划，看怎么样去开拓你的光头事业。好，谢谢 Alice， 我也希望，如果你跟我们结合，有更多的人找到你，他也开始拥有自己的品牌，实现了一个这样可以传承更久的一个梦想。哇，那个我也会觉得，那我们的对你的宣传也就会变得很有意义。对，谢谢，这也是我们感觉到很骄傲的，可以帮助别人，又可以使到我们有更高的一个成就感吧。就看到很多牌子都来自自己的手的，就非常的哇，很窝心吧。哇，是哦，创造大马品牌的人，女人。好，谢谢 Alice， 好，谢谢。